大家好，我是曹伟东。英国呀，在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挑战者2重型坦克以后呢，接着又继续承诺还要向乌克兰呢提供贫铀弹，这就导致了国际上的重点关注。因为我们讲贫铀弹，它含这种放射性的物质，无论是对己方的官兵，还是对对方这个环境人员都会造成这种一定的放射性的污染。那么首先说，为什么要使用贫铀弹呢？一般的说，贫铀弹主要打击的目标是对方的坦克，特别是比较厚坚硬的这种装甲的装备。那不使用贫铀弹的情况下，比如说2辆坦克都使用就一般的炮弹来打击对方的坦克，那么这个很难把对方的坦克，也就是炮塔这部分给击穿。但是你使用了贫铀弹以后呢，就是使用贫铀弹的一方，它对这个厚装甲、它坚固的装甲，它的穿透力更强。所以大家想，如果这个英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它的挑战者2这样的重型坦克以后，它的装甲是一定的。那么假设俄罗斯的坦克的装甲和它是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双方都发射同样的炮弹，是不能把对方的就是这个装甲给击透。但是它使用了贫铀弹以后呢，就可能把对方的这个装甲给击穿因为它穿透力更好，就是比你的穿甲弹还厉害。那这个炮弹在这个坦克炮塔内爆炸，那肯定这辆坦克车毁人亡所以会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呢，贫铀弹尽管它所说的贫铀就是它的放射性是比较低的，但是它毕竟还是比其他的炮弹的这种放射性的物质高特别是美军在战场上使用以后，它使用这种贫铀弹的官兵在战后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体内就这种放射性的物质是超标几倍到更高这样一个数字。那这就对人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也就是你虽然用贫铀弹去打击对方，但是贫铀弹毕竟是在你的坦克车上，是在你的储存的弹药库里这些放射性是对你的官兵造成了人体的伤害。那么我们再讲，当这些贫铀弹打出去以后，无论它打击的是坦克、装甲车，还是对方的指挥所这种建筑，那这些贫铀弹爆炸之后，这些残留的放射性物质是要留在这个对方的坦克里边，留在对方的这个指挥所里边，也就是建筑里边，它会对这个环境造成长时间的这种污染和破坏。所以英国它现在要把坦克提供到乌克兰的战场，所以坦克是在乌克兰的这个国土里边使用。那么炮弹呢，也就是它的贫铀弹呢，也是在这个区域里边使用。所以它危害的人员不是英国的官兵，而是乌克兰的官兵。它打击的这个对象也不是就是英国的官兵，而是俄罗斯的官兵。那么这些炮弹爆炸之后，它遗留在这个土地上或者是建筑里边，这都是乌克兰的地盘，所以不会对英国构成任何的这种污染和危害。而受伤害的无非是这个俄罗斯还有乌克兰。所以我们看，当他准备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的时候，就受到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因为你这样的使用，一个是会造成自己和对方官兵的身体上的损害，还有就是乌克兰战场环境的这种放射性的被破坏。再有一点，你毕竟也是使用了放射性的这种物质或者材料，那么对方在报复你的时候他可能对你这种就是挑战者2坦克可能就作为一个重点来打击。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俄乌的冲突中，实际上就是使这种弹药就是进一步的升级，因为它的破坏力更强，因为它的这种就是在战后遗留的这种伤害更多。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应该是加以阻止的，而不是说为了就是俄乌战场上取得
相应的或者是更大的这种战国就把这些贫铀弹用于俄乌冲突的这个战场。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